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随便拿别人东西可不行。大卫是个急性子，每当他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，就会咬紧牙齿，攥紧拳头，心跳加速，恨不得马上就得到它。大卫踮起脚尖，溜进了卧室，左瞧瞧，右瞧瞧，确认妈妈不在，便关上了门，一边留心听着门锁的声音。大卫打开他的壁橱，跪在地板上。对不起，埃尔顿先生，他轻声地说道。其实埃尔顿先生不光是一个大耳朵朋友，他还是一个伪装者。埃尔顿下面的鞋盒就是大卫的藏宝箱。大卫的心砰砰地跳，他打开背包，伸手去掏东西。他掏出来一个皮肤光滑的超人，超人的红斗篷闪闪发光。大卫忍不住说：太酷了！大卫有点内疚，超人本来是他最好的朋友佩顿的，大卫把他借了过来，但他并没有经过佩顿的允许。他认为这就是借东西。当大卫在佩顿家看到超人时，他就咬紧了牙齿，握紧了拳头，心砰砰地跳。他想马上得到它。整个上午，大卫和佩顿都在一起玩，但是大卫满脑子都是那个亮亮的斗篷，那双红色的靴子，那一大片红色。当佩顿的妈妈喊吃午饭啦，大卫有些犹豫，但他的机会来了。他一把抓住了超人，比子弹的速度还要快。大卫把超人放进了他的藏宝箱，藏宝箱里的东西都是他没有经过别人允许就借来的。他按下驯鹿胸针的一个按钮，驯鹿的红色鼻子开始闪闪发亮。这个胸针本来是朗达阿姨的，她手里攥着一支圣帕特里克节的铅笔，这支笔本来是他老师裘德先生的。铅笔顶着毛茸茸的绿色羽毛，像蒲公英的花朵一样。苹果大小的南瓜灯张大嘴巴在笑，好像他还在詹姆士女士的门廊上。他捏着一个小小的橡皮球，想起来那天他和邻居查理把这个球弹得比他家的房子还高。大卫想把它切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他告诉自己，将来会把这些东西还回去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橡皮球被切成了两半，就不还给查理了。但是这个世界上，他最在乎的是他的宝贝自行车。它的颜色是亮亮的黄色，有着凸起花纹的轮胎和大黄蜂条纹的座椅。这就是他的大黄蜂自行车。每天早上，大卫骑着他的自行车，骑出大大的八字。每天下午，大卫、妈妈和妹妹梅西一块儿骑自行车去公园玩。每天晚上，大卫和爸爸在家附近的小路上骑行。爸爸经常提醒大卫把自行车放进车库，别把自行车弄丢了哟。一个倒霉的早上，大卫发现他的自行车丢了。他大吃一惊，猛然想起来昨天把自行车放在了外面，有人偷了他的自行车。大卫很难过，为什么有人要拿别人的东西呢？他的胃里一阵翻腾，他想起了他的藏宝箱，那些他没有经过别人允许
就借到的宝贝。当爸爸报警的时候，大卫正在房间里生闷气。以这样的方式借东西实在是太糟糕了。但是让大卫更加难受的是，他以前做的事肯定让别人也很难过。他踢着足球画圆圈，也能画出一个大大的八字，但是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和妈妈把梅西放到他的婴儿车里，但是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漫不经心地和爸爸玩橄榄球，但也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因为心里太难受。大卫开始躲着佩顿和查理。当他们敲门的时候，他看了他们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走吧。”大卫也躲着詹姆士女士。他叫她的时候，他假装没听见。在学校里，他假装很忙，故意不看裘德老师。一天晚上，朗达阿姨来到家里做客。大卫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朗达阿姨，大卫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个您的东西，我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拿走了，对不起。”朗达阿姨紧紧地抱着他，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睁开。大卫准备把每一件宝贝还给他的主人，每次他都会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个您的东西，我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拿走了，对不起。”詹姆士太太说：“哦，我以为风把南瓜灯吹走了呢。”佩顿说：“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如果当时你问我，我肯定会借给你的。”“我以为我把它弄丢了呢。”查理说道。他很高兴在大卫还没有把球切成两半之前还给了他。裘德先生揉搓着大卫的头发。因为自行车还没找到，大卫还是很难过，但是藏宝箱变轻了，他也变得轻松了。几天以后，一辆警车停在了他家楼下，大卫紧张极了。难道警察是来抓他的吗？警察叔叔打开了后备箱，拿出了大卫的自行车，笑着问他：“还认得他吗？”自行车很脏，链条里还有杂草，条纹车座被磨损得非常难看。但是这就是他的大黄蜂。大卫和爸爸去掉了自行车上的泥巴和杂草。妈妈给了大卫一个小袋子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车牌，上面写了他的名字，大卫。妈妈说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大黄蜂是谁的了。是的，大卫说，我也知道什么是我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看到别人家里有你喜欢的东西的话，可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允许就随便拿走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